喺中國嘅台灣同埋日本嘅九州之間，曾經有一個王國，號稱萬國津梁，靠住特殊嘅地理位置，成為咗東北亞同埋東南亞貿易嘅中轉站。喺經濟上盛極一時。呢一個就係琉球王國，而佢曾經統治嘅地方就係而家嘅沖繩島。喺呢一個春節假期，我就同屋企人乘坐郵輪到訪咗沖繩島，探訪呢一個失落嘅琉球王國。沖繩島而家係屬於日本沖繩縣嘅管轄，縣廳嘅所在地就係那霸市啦。喺日本嘅行政規劃之中咧，縣係大過市嘅，大概相當於中國省級嘅行政單位。整個沖繩縣嘅面積大概有2281平方公里，不足廣州嘅1/3。但如果算上海上嘅面積咧，咁就大得多啦。沖繩島嘅人口有146萬人。中國人熟知嘅明星之中咧，安室奈美惠、中間由紀惠以及我嘅前妻新垣結衣咧，都係出自於呢一度。我叫中山，那我的名字叫原子，花園的園啊，原子。但日本話是Nagayama。帶我哋遊覽那霸嘅係日本導遊中山元子，佢講嘅一口台灣腔國語非常之流利，而更令人意想唔到嘅係，佢竟然已經75歲啦，但思路依然非常之清晰，跑上跑落，身手矯健。對於遊客嚟講，亦非常之有禮貌，得到咗大家一致嘅好評。佢話佢從事導遊呢一行已經35年啦，本來已經退休，但係由於日本太缺乏勞動力啦，所以喺一啲旅遊旺季咧，亦不得不復出帶團。首里城建喺一塊120米高嘅石灰岩台地上，東西大概長350米，南北大概長200米，可以俯瞰成個那霸市。佢建於13到14世紀之間，大概係等於中國宋朝嘅時期。曾經係琉球國嘅都城同埋皇宮嘅所在地。你大概可以理解，首里城諸於琉球國，就等於北京故宮至於中國。首里城嘅建築充滿咗各種中國文化嘅元素，但又會隱隱約約咁樣透露出日本文化嘅風韻。喺2000年由聯合國列為世界遺產，但由於裡面嘅宮殿都係木結構，所以咧就特別容易火燭。歷史上多次被戰爭同埋大火所摧毀。而最近一次咧，就發生喺2019年嘅10月31號嘅凌晨，大火燒毀咗包括正殿、北殿、南殿等嘅7棟建築物。因為首里城象徵住琉球王國嘅歷史同文化，所以沖繩人就發起咗首里城復興運動，通過各種嘅方式籌款，期望喺考古學家嘅幫助下，可以盡快重建呢一個地方。琉球國早喺明朝開始就主動向中國納貢稱臣。所以你發現首里城嘅正殿咧係坐西向東嘅，表示向中國方向朝拜。呢個同中國傳統宮殿中意坐北向南嘅設計就唔一樣啦。作為中國朝貢體系之中嘅一員，琉球國借助同中國、朝鮮、日本乃至東南亞嘅轉口貿易，本來係過得好滋潤嘅。但遺憾嘅係，由於離日本太近，喺日本結束戰國時代之後咧，就不斷入侵琉球。最終迫使琉球同時向中日兩國稱臣，但實質上日本就逐漸壟斷咗琉球國嘅對外貿易。而直至鴉片戰爭之後，清朝嘅勢力不斷衰落，日本喺明治維新之後國力強盛，最終就直接吞併咗琉球，改為咗沖繩縣。喺2次大戰後期，美軍登陸沖繩島。日軍威逼沖繩人民為佢自殺陪葬，寫下咗沖繩歷史上最悲慘嘅一頁。戰後，美國政府曾經考慮過將沖繩交還當時嘅中華民國政府管轄，但好可惜嘅係，中國喺抗戰勝利之後冇幾耐就爆發咗國共內戰，呢件事最後不了了之，一直被美國駐軍管理，直至1971年交咗俾日本。
從此中國就永遠失去咗呢一個地方。如果沖繩仲係中國領土，咁根本就唔存在後嚟中日兩國對於釣魚島嘅爭端啦。每次回顧呢啲歷史，作為中國人難免會有啲心有戚戚焉。登上賴長島呢一個展望台，附近海灘嘅美景盡收眼底，同時亦能夠睇到不遠處那霸機場嘅飛機一架接一架咁樣起飛同埋降落。因為那霸機場係軍民兩用嘅，而且緊鄰市區，所以亦迫使那霸市嘅建築需要限高。遠遠望去，你好難睇到呢度會有建築係超過10層樓高嘅。據講限高咧，亦係有應對颱風同埋地震襲擊嘅考慮。喺日本，隨處可以見到呢一種自動販賣機，一罐飲料大概係160 yen， 相當於7個半嘅人民幣，唔算貴。最特別之處就係一部機器可以同時提供熱飲同埋冷飲，而唔似國內嘅自動販賣機，一般只能夠提供常溫嘅飲料。駐日美軍有75%都喺沖繩島，所以我哋乘坐旅遊巴士行進途中咧，就不時可以睇到美軍基地啦，甚至可以睇到戰機同埋軍艦添。雖然導遊冇講話唔能夠拍攝，但為咗避免有法律風險，我都係自動自覺咁樣收起咗手機。對於駐日美軍基地，沖繩人嘅態度會比較矛盾。一方面會對駐日美軍唔受當地法律管轄以及佔用土地造成污染感到反感，而另一方面駐日美軍喺當地嘅採購同埋消費，某程度上亦為缺乏重要產業支撐嘅沖繩經濟帶嚟一定嘅幫助。二戰之後，空手道喺全世界範圍內嘅傳播，好大程度上亦係同駐日美軍有關嘅，因為沖繩島就係空手道嘅發源地。但好可惜嘅係，我哋觀光嘅時間比較少，所以就冇安排相關嘅行程啦。空手道嘅前身被稱為琉球手，後嚟受到咗中國武術嘅影響，所以就稱為唐手。直至近現代，琉球被日本吞併，先傳到去日本本土。喺二戰前夕形成段位體系，體育化，改稱空手道。但真正發揚光大、往外傳播嘅咧，就要等到二戰結束之後啦。所以喺電影《葉問》第一部之中，抗戰時期嘅葉問大戰日本空手道嘅情節咧，恐怕就唔符合真實嘅歷史啦。而喺葉問嘅第4部之中，同擅長空手道嘅美軍較量咧，反而係比較有可能嘅。空手道相對於柔道、劍道嚟講，日本化嘅色彩比較弱，好多嘅形，亦即係中國所謂嘅套拳咧，打出嚟同福建一帶嘅詠春拳、鶴拳會好相似。相信咧都係嚟自於同一個祖宗啦。經過沖繩縣議會嗰度就係那霸市最繁榮嘅商業街國際通啦，全長1.6公里，商店同埋餐廳林立，係遊客必去嘅打卡點，類似於廣州嘅北京路啦。但從交通秩序嚟講，就比北京路實在好太多啦。路口連交通警都冇，而且成條街都非常之整潔乾淨。令我印象最深刻嘅係，無論大小店鋪，佢哋嘅招牌都別具特色，字體、顏色、圖案睇得出都係經過用心設計。國內嘅整體審美水平恐怕同日本仲有非常之大嘅差距。喺呢度來自中國嘅遊客最多嘅應該係香港人啦，其次係大陸人同埋台灣人，所以經常就會聽到好熟悉嘅粵語。而佢哋最中意光顧嘅一定就係藥妝店鋪啦。沖繩嘅整體物價唔高，喺超市之中，除咗一啲本地特產嘅水果之外咧，其他嘅商品價格可能比廣州仲會略低少少。最抵買嘅當然就係電器啦。如果係遊客買夠5000 yen 咧，仲會有退稅，等於打咗9折。喺呢度食一份包含飲料嘅簡餐，亦大概喺1000 yen 左右，相等於47蚊嘅人民幣。同喺廣州食個大家樂大快活差唔多啦。當我喺度拍攝嘅時候，有一部貼滿咗標語嘅車無意中闖入咗鏡頭。中山原子解釋呢個係當地嘅政治團體抗議中國大陸同埋台灣嘅漁船進入釣魚島海域捕魚，所以要求日本政府採取更嚴厲嘅措施保護當地漁民嘅權益。
而就我睇嚟，中國大陸同埋台灣方面為咗保護釣魚島嘅主權，仲係做咗唔少嘅努力。我問咗中山元子一個敏感嘅問題：你係點樣睇待中日兩國過去同埋而家嘅紛爭嘅呢？呢一位二戰後出生嘅老人家嘆咗口氣，佢話：以前亦好，而家亦好，好多嘅紛爭都係政客為咗獲取權柄而製造出嚟嘅，點會係為咗百姓嘅福祉啊？希望唔好再打仗啦，政客只會係嗌愛國口號，而送命嘅咧總係老百姓。傍晚，我哋告別咗那霸市同埋中山元子，返到咗郵輪上。喺第二日，我哋就到達咗300公里外嘅宮古島。今次嘅導遊係個嚟自哈爾濱嘅中年婦女，一口東北腔嘅普通話講得好快，再加上對團有命令式嘅口吻，就令到好多同行嘅香港人感到唔爽啦。宮古島嘅面積只有158平方公里，而人口亦只有5萬。呢度嘅產業除咗係種植甘蔗做黑糖之外，就係靠旅遊觀光啦。宮古島有潔白嘅沙灘，仲有珊瑚礁以及清澈嘅水質。每到夏天就會有好多嚟自日本本島嘅遊客嚟呢度度假，進行各種嘅水上運動，又或者係潛水。而我哋就選擇咗乘坐半潛式嘅觀光船，欣賞喺海底珊瑚礁中自由自在游來游去嘅魚群同埋海龜。當諗翻起假期之後我哋恢復嘅社畜生活，真係不由得心生羨慕。喺觀光船碼頭附近有個德國文化村嘅景點，係為咗紀念19世紀當地百姓救起咗一群遭遇海難嘅德國船員而建。但其實看點真係唔多啦，原本曾經有過嘅酒店同埋餐廳都已經執晒笠，或者我哋嚟呢度嘅意義就係可以去下洗手間啩。登上龍宮城展望台，睇住天上雲捲雲舒，遠眺來間大橋以及來間島嘅田園風光，霎時間亦令人不禁有咗寵辱皆忘嘅感覺。沖繩縣嘅緯度同中國嘅福建省差唔多，屬於亞熱帶氣候，全年氣候溫暖，而且降水充沛，最低溫度好少低過10度。而最高溫度又好少超過30度，可以話係非常之宜人。喺琉球王國嘅統治時期，官方嘅正式文本都係使用漢字文言文，直至被日本吞併先改用日文。但民間就一直保留咗琉球語。據了解，琉球語同日語嘅差別都幾大嘅。如果唔通過翻譯，兩種語言係無法直接對話溝通嘅。所以就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視為兩種唔同嘅語言啦。不過喺日本國內，琉球語就被官方認為係日語嘅方言，呢個就令到沖繩人頗為不爽啦。於是就喺沖繩嘅學校開展咗琉球語嘅課程，希望喺下一代可以繼續傳承落去。對於日本人嚟講，沖繩係一個頗為親中嘅地方。喺美國將沖繩嘅統治權交俾日本政府之後，沖繩人嘅內部咧就一直存在住謀求獨立或者係復國嘅思潮啦。喺1975年嘅7月，當時嘅皇太子明仁訪問沖繩嘅時候咧，就有獨立人士向佢投擲燃燒瓶。自此之後，日本皇室就好少再次到訪呢一度啦。喺1996年，琉球獨立運動家及詩人新村明就寫咗一本叫做《沖繩邪惡的日本民族國家的對立面》，主張琉球獨立。連曾經長期擔任沖繩市市長嘅大山長條亦寫過一本名為《沖繩獨立宣言》嘅暢銷書，表示日本不是沖繩的祖國。中國國內有啲媒體為博流量，就經常渲染同埋誇大呢一種沖繩獨立或者琉球復國嘅思潮，甚至導產出沖繩人民希望回歸中國嘅故事。但實際上，據當地嘅媒體進行嘅民意調查顯示咧，支持獨立嘅沖繩人咧，只不過係3%。
好有可能啊，對於沖繩人嚟講，喺地方自治嘅現代國家體制之下咧，個人有冇主張獨立嘅自由，比起能唔能夠實現真正嘅獨立，其實係嚟得更加重要。悠悠遊輪之旅，匆匆沖繩一瞥。雖然只係2日嘅走馬看花，但係咧就令我對沖繩嘅歷史文化有咗更具體嘅感受。期望喺下一次再拜訪嘅時候，可以睇到首里城復原嘅模樣啊！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視頻，歡迎評論、點讚同埋關注啊！